你们是否想过，全世界的时间停止，只有自己能动，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奇遇，还是一种灾难呢？对于不懂得时间规划的大雄来说，生活就是一场玩笑。繁重的学业如同一座大山，压得他无法呼吸；凌乱的房间又不得不由他自己来收拾。即便自己早已被时间的长河所淹没，还要出席棒球赛3阵出局。可打棒球就如同下棋，是要势均力敌的。如果自己表现的稍有偏差，就会成为被人唾弃的中心。生活早已千疮百孔。静香还在这时嫌弃大雄是个不懂得自律之人。这些导火线让大雄意识到生活的沉重。为了让大雄稍微活得洒脱些，小多拉按动了停时表的开关。此刻世界不再属于全人类，而是只为大雄一人存在。大千世界的每一处角落都在此刻按下了暂停键，只要不再次按下按钮，无论是太阳或者地球都不会转动。这样大雄就会有多于他人的时间成为人上人了。虽然小多拉希望大雄可以按照时间流速发展，可有些人注定只想走捷径。大雄带着停时表来到街上，看到了一场猫与狗的世纪对决。他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手中的按钮，暂时终止了这场对决。他将小猫送到安全区域，并搬来恶犬顶替。随着时间重启，恶犬遭到了报应。接着他又撞见了熊孩子求砸身成家，于是他再次按下按钮，想帮他们取回掉入院中的足球。可做错事就要勇于承担。意外摔倒的大雄启动了时间，用自己的鼻青脸肿解除了他人的危机。本想不再牵扯他人之事的大雄，在拐角处听到了虎父二人在背后对自己的恶言恶语。为了惩戒口无遮拦之人，大雄借用小女孩手中的墨水，帮两人肚中添了点墨水。大功告成的大雄重启时间，脸庞与着装不符合大众审美的两人也遭到了旁人的嘲笑。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大雄所为，可一个男子手中若有一把神器，即便对手再强，也始终无法触碰到自己。他们终究不曾意识到实力上的差距就如同将死之人的悲悯。最终他们因自己青春时的无知，得到了掉进深坑的结局。就这样，大雄在暂停的无限漫长时光中感受到了少有的清静。这正是处于高节奏钢筋水泥城市中的我们所渴望的。即便自己已是一个成功者，也希望偶尔有片旁无他人的小天地。之后大雄又来到静香家，想给爱人一份惊喜，却看到处于空中即将摔倒的静香。而心爱之人受伤，往往自己会比他更痛。于是大雄拿来被褥，想当一回拯救美女的王子。可当他再次按动停时表时，时间却并未重启。原来因为频繁的操作令表盘产生了裂痕。大雄冲回家中想寻找救星，可此时的小多拉却如同一具尸体般感受不到他人的喜怒哀乐。而大雄也将在停止的时间中走完一生。他试着去修补停时表恢复时间，却因为知识储备不足，将停时表彻底分解。几分钟前还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此时却成了一座牢笼，成为了心中的阴影。他的世界人山人海，却寂静无声，而往往苦难困境中的真谛更能令人牢记。大雄终于理解了今日事今日毕这句话，也就在理解的瞬间，大雄也有了对策。他进入时光机中，回到了他刚拿走停时表的那个时空，看着曾经如尸体般的小多拉再次动了起来。大雄再也无法抑制心中那份思念，而小多拉也明白了来龙去脉，但他并未阻止这个时空的大雄，因为他相信只有经历劫难，这个男孩才会成长。